好家伙，居然出去了24匹人马，这些都是去慕天府临近县衙抓人的。除了钟礼文，还有12个官员涉案。等再回来，这马上可就驸马人了。这慕天府地方不大，贪官倒不少。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哪像我啊，有殿下言传身教，只会出落成个翩翩小公子。运琴姑娘，特地给你带的。还翩翩公子，就你？温公子年纪尚小，待将来一番历练，定能有所建树。是啊，其实我就是年纪有点小，但我的心智啊……但是，现在确实乳臭未干，有点幼稚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洪水消退，贪官倒台。我倒想看看这些慕天府的百姓们到底许的是什么愿望。这应该是在祭奠亡魂。今年水患，死伤者难计。其长堤永固，永绝此患；江水常清澈，人间久清明。这倒是让我想起万人写书，一切都还历历在目。如今想来，还是如此触目惊心。这每一盏灯，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好在他们还有人纪念，有人惦记着，总有得云开月明之日。可是，太子殿下，我入大理寺区数月，就知道有很多冤假错案。只是一个慕天府，就已经有这么多浑浊，也不知这大境的百姓，何时才能够等到江水常清澈的那一日。江水常清澈，乃积岁之功，并非一朝一夕可得。但是太子殿下，有些人踽踽独行数年，可是一直都不得沉冤昭雪，他们无人记得，无人挂念，那些人要等到何时呢？我无法回答你。但是安乐，大境有你这样的扬清扫浊之人，我相信终有一日，可得人间久清明。更何况，你不是一人。无论何时，你我皆是同行人。谁稀罕同行？同床还差不多。哎，小心！太子殿下，你害羞了。是安乐。你打我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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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慌的。殿下想什么这么开心啊？安乐，嗯，你很好。
殿下为何突然这么说？今天最大的功臣难道不是温硕吗？是你一早便把温硕算进这个局里。你知道他聪颖强记，必成梁柱，所以初下江南，便设计我带上他，又以怨秦师贪却凿，这才让他此后处处有功。那还是殿下把温硕培养得好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能够把人名字还有自己都记得那么清楚的。其实殿下何尝不是在下一盘棋呢？从查河宫开始，你就一步步想让钟离文陷入到你的陷阱里面。那也是因为有你这个聪明的合作者，才不至于让我唱一出独角戏。哎呀，毕竟我也是殿下花了番心思才筛出来准许留在身边的呀。不，然安乐，你其实是唯一的意外。最完美的储君，难道不是将一切意外都变成志在必得吗？殿下被我说中了心思，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？这。瞧，让温硕，一会儿你随我一同上堂去。好说，殿下。殿下是不是觉得身边少了个人呢？马上就要审案了，不要嬉皮笑脸的。最近大臣们纷纷上书，钟离文那边又迟迟没有来信，难道是江南那边出了什么纰漏？若太子查到他的话，会不会牵连到我们？难说。看来只有再动用那颗棋子了。夫人，请。那你就不怕他在手下留情？他是什么脾气秉性，我比你清楚。上次他还了太子一报，这次要是再完不成任务，他绝不会有脸活着回来见我。院卿，外面为何如此之吵？小姐不去看看？听随行的侍从传话回来说，殿下将一众官员驳斥得哑口无言。这就已经开始查案了？是啊，今早，殿下听说小姐不肯前去和他一起审案，还独自在门前站了好久才走呢。他去做他的盛世储君，我去凑什么热闹？若非小姐，殿下的慕天府之行绝不会如此圆满。对了，荷花银坠子查得如何？我和院叔这几日也多方盘问，最终得出是一名中姓男子所盗。然而这中姓男子孤苦伶仃，目前人还暂时没有线索。看来他和我之间总要有一个不圆满。哇，这怪不得外面都说钟离文跌倒，全江南吃饱啊！哎呦，这哪是府邸啊，这根本就是藏宝库！明知名高的贪官，死不足惜。据府上家丁说，钟离文的书房从不让人靠近，名单很有可能就藏在其中。包在我身上。尖三才儿两只。
怎么是你啊？你来这干嘛？这钟离文虽然是个贪官，但还算是附庸风雅。想着他的书房定有很多绝版古籍，就过来一把眼福了。你呢？你瞧着也不像是爱书之人啊，无端来此处，难道是来找他的哥哥？找你哥哥呀？对啊，你哥是这家的府丁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真是个庸俗之人。温公子手上这本书哦，这本书我刚去看了一会儿，就觉得特别精彩。怨情姑娘果然同我是知音啊！我刚才就想跟你分享来着。但这里光线也太暗了，要不我们出去看？好啊，我觉得这句写的特别好，你看。8万将士的名单这么长，能放在哪儿呢？殿下都忙完了？对。钟离文贪墨赈灾粮和河堤款的证据确凿，已判秋后问斩。其余官员已被革职查办，还有乡绅家产充公，已被赈灾之用。殿下办事利落。安乐，你也并未偷闲。为殿下排忧解难，我还是很在行的。那些赈灾银也已经在送来的路上，这些灾民也可借此稍作喘息。要我说，其实这朝廷根本就不用送什么赈灾银过来的，反正一切都已经被殿下安排得明明白白了，不是吗？安乐，不是我，是我们。哦，说到这个我们，安乐可就有话要说了。既然我都帮殿下破了这么大一个案子，那我在太子府的位分是不是应该连升3级啊？我想想啊，美人，那我现在岂不是已经到了良院的位置了？这么看来，我离太子妃就只有一步之遥了。你当真这么觉得？不管我觉得如何，太子殿下如今不是还有个尾巴没甩掉吗？殿下在想什么呢？什么也没想。我猜猜啊，殿下应该是在想，这个任安乐偏偏想要在这多留几天，而我呢，就偏偏不遂他的意，气死他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没有？那殿下就是在想，等回京之后，就把任安乐扔到那个太子妃混战里，跟斗蛐蛐一样看着，得有多好玩，是吧？真没有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殿下一定是在想，等我回京之后就让任安乐成为太子妃。要不，殿下就是倒着想，等我回京之后就把这个任安乐给踹了。任安乐总觉得我在想任安乐。难道不应该吗？是。
我也时常告诉自己，不应该。不想就不想。那殿下倒是告诉我，你这么着急回京是为什么呀？依了你的建议，处理那条不安分的尾巴。为何殿下不留在江南守株待兔啊？新的府尹即将上任，若刺杀发生在慕天府，会让他惹上麻烦。殿下替天下人都想得周全，唯独偏偏漏了任安乐。任安乐，真没有。我其实是……哎呀，殿下。太子殿下，看，是太子殿下和任大人，快看！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太子殿下，任大人，任大人。送太子殿下回京。恭送太子殿下回京。寒夜携任安乐，拜谢诸位。太子殿下千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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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乐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些百姓有你这样勤政爱民的储君，是韩家的福气，也是大靖的福气。当年帝家为了休战止戈，相让了半壁江山给韩家。如果帝圣天可以看到此景象，想必他也不会后悔。你说的对，这世上也许不会再有第二个太祖和帝圣天，但我们却可以迎来海晏和庆的盛世。我家殿下和安乐姐真般配啊！总有一天，我也会在很多人面前牵起我心爱姑娘的手。你知道如何才能像太子殿下一样年少有为，受万人敬仰吗？像太子哥哥，那必须得做到少做梦，多做事。呛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我们从骑马变坐马车了？殿下安排我们先行回京，他与小姐一起前往苍山。苍山？你说殿下带着安乐姐去苍山了？苑姐，这苍山是什么地方？苍山啊，那可是个极少人才能去的地方。安乐，这里是苍山，每年这一日，我都会来到此处。寒夜，我从没想过，有生之年我还会再走进这里。
安乐，见陈礼吧。你锋芒毕露已成事实，朝廷之中不会因此毫无芥蒂。回京之后，我会上奏陛下，无论是赈灾，还是寻得钟礼文贪赃枉法的证据，功劳皆在于你。既然都知道我得罪了忠义侯，太子殿下还要为我上奏，是存心要逼安乐彻底站太子殿下的队，从今往后一条道走到黑呀。安乐，你已卷入朝廷争斗之中，无法脱困，所以我想以太子的身份恳请你留在我身边。太子殿下不肯娶安乐，却要用帝王之术将安乐绑在身边。不知太子殿下是否还记得，我曾对太子殿下说过，只要是太子殿下你祈愿的，我都会尽力为你做到。那既然太子殿下说要做知己，那便做知己吧。既然作为知己都能够来到皇家禁地，安乐应该觉得知足才是。你能答应，我很高兴。只是这太子妃之位虽然不可得，但安乐还是会全力以赴争取。你我并肩前行，未必要以婚嫁之名。啊，那我3万水师的聘礼怎么办？我怎么会那么轻易就放弃啊？太子殿下，那可不是我任安乐的作风。就算当不了太子妃，我也要在离你很近的地方，看看你的心究竟在为谁而跳。那条尾巴，殿下好身手，不及你。我早料到今日殿下会来苍山，没想到任大人却成了计划里唯一的例外。
你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，我们俩都被殿下给算计了。殿下，你这棋下的可真好啊，一箭双雕啊！原来我是被骗来苍山的。殿下，您用千金之躯，只是为了诱我出来吗？毕竟你乃忠义侯座下暗卫之首，大靖不世出的剑法天才。殿下是何时察觉我的身份的？你曾效忠我7年，我自是信任你的，不然你也不可能成为我的贴身侍卫，统领太子府禁军。只是此次下江南，忠义侯未免太过心急，务必要在2日之内送到刑部尚书骆明熙手中。属下遵命。他已经走了。殿下是何时发现他有问题？遇刺当晚，我便说过我们当中有人是内鬼。可是我们亲近之人有苑琴、苑书、温硕、吉利，还有这个简颂。得到闵行账本当日，我便将铜矿下落按照2个时辰的时间差告诉了他。若是他们当中有人透露了风声，那么钟离文那日必然会动手。原来是内侍。那晚的刺杀，不取我和安乐性命，只为给我们警告，也是你的授意吧？殿下与我，毕竟有知遇之恩。可惜你还是背叛了我。忠义侯亦有恩于我，属下不得不做。殿下，接招吧！他不是寒夜的对手。殿下，你心慈手软，可杀不了我。我只知道，你是我7年来的友人。真是殿下值得。殿下早都想到这结局，所以不带一兵一卒来到这苍山，就是为了要留他一条性命。可惜，他太过骄傲，不愿承我的情。他是领了情的，不然殿下也不会毫发无伤。走吧。殿下，殿下与我也是友人与知己相称。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殿下又会太子带着任安乐去祭拜了太祖，是。难不成真像任安乐所说，
他给太子排忧解难的灵动心思，让太子心动了。赵佛，笑什么？老实说。老奴不敢。朕恕你无罪。陛下，您想想，这任大人江南一行，对忠义侯的一系，又是得罪了一遭。太子殿下，若是真的对任大人有意，太子一向嫉恶如仇，朕一早就知道。他早就不满古云年的做派，如今几次三番的给古云年下马威，虽是得罪了权臣，也算在民间树立了储君的威望。如此说来，太子殿下能和任大人默契配合，也不枉了陛下的一片期待。只是太子有朕撑腰，而任安乐也是树了劲敌，只有太子一个人相护，怕是如履薄冰啊。那陛下的意思是，等他们两个回京后，朕跟太子好好商议此事。好。华珍，照我说的做。是。出来吧。大人，新任的府尹已在千叶阁的保护下安全抵达江南上任，治理水患的工作也在顺利展开。你办事我总是很放心。大人打算如何处置钟离文？听说这钟离文喜欢给那些不听话的下属穿小鞋，那不如我们也给他做上铁锈鞋，让他也尝尝。大人是在给任大人助兴吧？这钟离文处处和任安乐作对，如今到了我手里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？只是任大人现下已经动了古云年在江南的根脉，若是回京，势必会引来更狠的报复。这也是我担心的，所以我刚才已经派人给韩仲远送了折子，因为目前以我们的势力，已经不足以保护安乐了。钟义侯那边，再派人给我盯紧线。是。简颂死了，任安乐还是安然无恙。看来我真的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的确，最近来府里的官吏少了很多。哼，他们是怕成为第二个钟离文。这群人也不想想，本侯若是倒了，他们一样一损俱损。侯爷，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夫人放心，断了骨头还连着筋，陛下是不会轻易对我们下手的。那任安乐呢？他只要活在这个世上一天，我就一天心里不能安宁。侯爷，你去哪里？去见陛下，为任安乐请功。
侯爷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他立得大功，难道我还要明面上和他针锋相对吗？夫人觉得呢？过了这道城门之后，风波又会更加激烈了。不过安乐有句话想问殿下：方才在苍山之巅，我亲见殿下下了局好棋，殿下何时把安乐也给算计进去的？那你又是如何猜中我的算计的？自然是因为殿下对安乐知无不言了。任安乐，自从你打着3万水师进京求聘的旗号，便每一步都踏在我的计划之上。这也都算是巧合吗？与其说是巧合呢，倒不如说是缘分吧。你到底为何而来？哼，安乐千里迢迢献上3万水师，自然是为太子殿下而来的呀。我不管你从何处来，但我知道，你本性纯良，心怀大义。我会帮助你站到你想站的位置，也相信你会是个治世良臣。太子殿下总觉得自己将安乐看得一清二楚，却从来不肯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殿下说自己对安乐从未动过心，安乐偏偏就不信。我要赶紧回京啦，要让我未来的公公看看他未来的儿媳才是。去。任安乐，你翱翔9天之翅，不该折在我的手里。话说那任安乐与太子联手，屡破大案，江南赈灾之行，更是传为佳话。那日灾民齐聚望江楼，眼见赈灾官兵恃强欺弱，忽有一女子站了出来，用长剑将盛着馊水煲汤的木桶一劈2半。这女子何许人也呀？竟南任安乐。若是有一日我对殿下也拔刀相向，殿下又会如何？任安乐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我愿一直信你。小姐，这2日你不在，这京城可是热闹得很。怎么了？这一夜之间呀，您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京城，比咱们初进京求嫁太子的架势还要威名赫赫呢。而且有传言说，这穆天府之行啊，您10有9功。咱们小姐自然是了不起，只是到底是什么人在催动这些声音啊？肯定不止一人。除了骆大人，还能有谁？太子。是，太子如今对小姐的事情是渐渐用心。甘露时雨，不思一物，万民之主，不阿一人。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储君，只可惜如今我只是任安乐。小姐，你现在是不是对太子殿下有情了？苑琴，你还记得你闯入晋南大山的那日吗？记得。若不是小姐，苑琴早已冻死在山里。你要永远记得那一日，除了你自己，没有人能帮你记住过去。如果没有了过去，也便成不了如今的我们。方才那些话，以后别再说了。苑琴记住了。骆明熙。